大家好，欢迎回到Chivas投资频道。我们今天视频的内容有一点多啊，干货也比较多，也比较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完整个视频啊。我们今天视频将会分为4个内容。第一个内容的话就是一样，我们会分析看看我们这个大盘的走势，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走势。第二个的话，我们就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说最近有哪一些明星股是已经突破了重要的阻力位置，而哪一些明星股是打到了阻力位置后便被打了下来，进行了回调。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这样子。然后第三部分，我们来说说一样是霸占了今天美股涨幅的前5的2个位置啊，一个就是这个 AMC 院线和这个 BB 这个 BlackBerry 的 WSP 概念股。就是分析看看这几天陆续暴涨嘛，它过后的走势应该怎么看。然后第4个的话就是来说说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说的这个狗狗币吧，因为最近狗狗币也有小幅的反弹也达到了一个48%左右。然后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主题吧。第一部分我们来说说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话，就分析其实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它打到了这个13800左右的阻力位置后便往下了嘛。然后昨天的话，它 K 线是收了一个高开低走的 K 线。其实昨天开盘的时候我也蛮兴奋的，就它有可能去突破，但是它竟然去收了一个高开低走的 K 线啊。然后今天就在这个底部去走，所以目前的话，这个 RSI 来看的话呢，大盘回调的风险是有的，就它回调的概率是蛮大的。所以后续如果大盘真的回调的话，第一个可以关注的位置就是这个13600的短期的一个支撑位置。如果跌破的话呢，向下就可以关注这个多方缺口的支撑啦，大概在差不多13300到13400左右的这个位置啦。所以就小心的去看它了，因为它已经打到了阻力，并且昨天走了一个高开低走嘛，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走势啊。所以后续要十分的小心去应对啦。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二部分吧。第二部分的话，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有哪些股票是打到了这个阻力位置并且突破了，而有哪些是已经打到了并且进行了回调。第一个我们要说的股就是这个房地产股 SPG 西蒙地产。这只股也出现在我们视频很多次啦，就是如果从以前有看到我到现在的观众们呢，就应该知道我们之前也很多次的去分析这只股。SPG 这只股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带量的突破了这个差不多130的这个阻力位置。然后今天目前是这个6月3号的美股盘中嘛，目前也差不多收了一个十字星在这个135左右的这个阻力位，因为它目前已经突破了130的重要阻力，然后目前也打在了135的阻力。后续的话如果要看的话呢， SPG 向上的话就要看它站上这个135咯，站上的话就可以看140左右的下一个阻力位置啦，看能否顺利到达。如果它后续突破了，要进行一个突破后的回调的话呢，向下就可以继续观察差不多130左右的这个支撑位置啦，就阻力变支撑的这个位置，看它能否被守住啦。其实也是一个蛮积极的一个信号啊，也长得蛮漂亮的，所以喜欢 SPG 的可以后续持续关注它。然后下一个的也是这个比较传统的行业啊，就是这个嘉年华邮轮股 CCL 的话呢，就在今天它其实 K 线就已经突破了这个30块左右的阻力位置嘛，就上突破了。所以后续的话，如果要看它是否是一个完美突破的话呢，收盘的时候可以去看它后续这个量会不会比较大，就比平时的大1倍就会比较好啦。如果后续想要继续看 CCL 这档股票的话呢，因为它已经突破了重要阻力嘛，后续的话向上第一个阻力位置可以关注差不多33.7至34的这个阻力位，在下一个的话就差不多36的阻力位啦。向下的话一样就是关注这个30块的支撑位置啦。然后做这种突破后的这种股票啊，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可以以一个小止损大盈利的方式去做，因为它是刚刚突破了重要的阻力嘛，然后阻力被突破后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喜欢做这种突破后的股呢，就可以在这种价位去买入，并且止损可以大概放在差不多，以CCL为例啊，止损可以就放在差不多29.4左右，如果你是做短期的话，然后你止盈就可以放在34或者是36这样的价位。
就是以一个小止损大盈利的一个方式去做单啦，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的交易策略。下一支我们来说说一样也是突破了重要阻力的这个英伟达。英伟达就更厉害了，这之前我们也有说过嘛，在这个位置就有兴趣的可以买入。后续它涨到这边了，我们也有再去说它可以关注这个前高的阻力位置。然后目前英伟达就直接乘胜追击啊，直接突破了这个前高的阻力，差不多649,650左右的这个阻力位置，后续也上涨上去了。所以目前向上的话，它空间是蛮大的啊。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向上需要关注什么阻力位吧。短期的话，向上的阻力有差不多在670，然后685，然后在695、705，然后还有就是这个740。向上的话可以关注这些阻力位置，向下的话一样就关注回这个前高的支撑吧，大概649、650左右这个支撑，看后续能否守住。如果它后续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向下就可以回去关注回这些多方的缺口啦。然后后续的话，向下也较为重要的支撑也在这个550左右，所以喜欢 NVDA 的就可以去观察它啦。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一些明星股是已经打到了重要的阻力位置，后续被打下来并且进行了回调的。非常的巧啊，所有的这些已经达到重要阻力位置被打下来的，无法进行突破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泛股啊。然后第一个我们来说说这个泛股的老大吧，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话呢，这周它是打在了这个128左右的这个阻力位置过后呢，比较短期的重要阻力位置啊，被打下来进行了回调。所以后续的话，苹果一样可以去关注下方这个长期的这个上升趋势，看能否守住。跌破的话就向下回去关注119、120左右的这个支撑位置啦。然后下一个我们来说说亚马逊。亚马逊一样也是打到了这个3300左右的这个关键阻力过后呢，便进行了回调。后续的话一样可以向下关注这个比较短期的上升趋势的这个支撑。跌破的话就可以关注差不多这个前低的位置吧，大概3135的这个位置，继续跌破就可以关注这个下方的重要支撑啦，就是它大概2950的支撑。看能否被守住啦。然后我们第三个泛股走势也是一样，打到了关键阻力被打下来。这个微软的话，就是它关键阻力在252嘛，后续也被打了下来。其实之前的时候，微软它走势是非常漂亮的，它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头高底高的一个上升趋势。可是后续到了这里，它就近期啊，短期来看的话是打到了252左右这个阻力被打了下来。后续一样看它这个上升趋势的这个底部能否被守住，还有就是这个差不多244左右的这个价位，跌破244的话就可以关注下方的下一个支撑位，大概在237、238左右啦。这就是微软的看法。然后下一个是这个泛股的 Facebook 啊，脸书也是打到了这个前高的阻力过后，差不多330左右阻力过后呢，也被打住了，也进行了一个小波回调。后续的话，脸书向下第一个关键的支撑位置就可以先关注，较为短期的啊，可以关注320，跌破的话就差不多315再跌破的话就可以关注下方一个更为重要的差不多295的关键支撑啦。向上的话就是前高咯，差不多330的前高。就很像啊，就是整个泛股刚我们说了，苹果、亚马逊、微软，连脸书都一样啊，都打到了关键的这个阻力位置过后就被打下来了。然后下一个也是我们这个泛股的最后一个就是谷歌也是，就是它打在了前高嘛，差不多2440左右这个阻力位置过后呢，也跌了下来，进行了一个小幅回调，打的目前的价位是在2400左右的位置。后续一样，如果谷歌下跌的话，向下关注的支撑，第一个可以关注差不多2335左右的这个支撑，再往下的话就可以关注上升通道的底部啦。目前的话，谷歌跟那个微软一样 ，Microsoft 一样，就它是属于一个上升通道当中。然后谷歌的上升通道更为漂亮啊，就是以头高底高的一个走势，就是后一个顶点比上一个顶点高，然后后一个低点也比上一个低点高的这种走势，就非常漂亮的上升趋势。所以大家有没有去发现到啊？就是泛股啊，苹果、亚马逊、微软、Facebook、谷歌
他们的走势在短期内竟然是十分的相同啊，都是打到了一些较为关键的一个短期阻力过后呢，便被打住了，并且进行了小幅的回调，所以这也和我们大盘的走势非常相似啊，因为 FANG 股跟大盘的那个成分会比较多嘛，就是 FANG 股在整个标普也好，就是整个大盘的成分会比较多，就占美股大盘成分比较多，所以 FANG 股走出这样的走势过后呢，其实我们在看大盘的或者是其他明星股也好，就要比较小心啦。他们这种不约而同的这种现象，就需要去注意一下，就要小心一点。然后去到第三个部分吧，第三个部分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WSP 概念股啊，这几天尤其是今天暴涨的一些股。然后第一个我们来说说这个 GME 的话，它分析跟我们之前的一样，我们之前有发过一个视频来说一说这个 WSP 概念股嘛。目前的话，今天它价位是刚好打在了这个273左右的这个阻力位置，然后看它今天能否突破或者是被守住。如果是被守住的话呢，就要后续要持续观察这个阻力啦，因为这个阻力应该蛮有力的。站上的话，这样子拉幅也会比较大。然后向下的话，第一个支撑位可以关注差不多222左右的支撑位置，就是还有一个跳空缺口嘛，可以关注这个缺口。如果跌破向下一样，就是182左右这个位置啦。这是这个 GME 的看法。以技术分析角度来看呢，如果要看涨的话，必须要站上273左右的阻力位啦，站上的话走势才会更加明朗。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BB 黑莓 ，BB 的话走势一样啊，十分漂亮。就之前我们没有说到 BB， 不过 BB 它在之前就是带量的去突破了前期的小幅的一个阻力位置啊，大概在9块3左右，然后后续便进行了拉涨嘛。然后今天的股价也跳空高开啊，就之前我有关注它的时候，我有画了一个阻力位置，大概在12块3左右。可是今天直接跳空高开，直接站上了12块的这个价位，并且目前啊，现在的涨幅也达到了差不多快40%了，然后价位也达到了16块的阻力位置。所以后续的话，向上的话就关注差不多19块4左右的这个阻力位置。然后向下的话，就看今天收盘能否站上16块。如果站上的话，就可以关注16块，向下就是14块，然后再向下就是13块3啦，就可以关注这些支撑阻力啦。就以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去看，然后目前的话是很明朗的，因为它已经带量上升的。之前我也在看它说，我要等它站上了12块多，我才小幅进场去玩一玩。然后今天刚好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目前也得到一个蛮不错的盈利，所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后续可以去观察它啦。我刚刚所说的这些支撑阻力位置。然后下一个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个主角吧，我们的 AMC 院线。这个 AMC 院线就是出乎我的所料啊。AMC 院线之前我们在分析它的时候，就是在说它的时候，它是在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嘛，就是还没有突破前高的位置。后续的话，它就一样带量突破了前高的一个阻力位置。然后我在周五时候看它的时候，我就看它收了一个高开低走的大阴线嘛，我就会在想，就是说会不会 AMC 的近期的这个走势结束了？然后星期二我们美股开市的时候就看到它进行了一个激烈的震荡，然后收盘的时候也收了一个十字星哦，并且还是有一点微幅涨的一个十字星。然后今天就厉害了，今天直接差不多涨了，刚刚也涨了差不多100多%，而且还进行熔断了几次这档股票，所以是非常厉害，真的多头的这个势力真的非常的强。所以后续的话，我大胆估计一下，因为我以这个技术面的这个斐波那契去看呢，目前的话它的股价也差不多达到了一个阻力位置，大概在62块和57块左右这个阻力位，所以我大概预估今天的收盘价应该会待在差不多这两个位置之间，可能是57，也可能是62，可能是他们的之间。后续的话，如果想要继续看涨 AMC 这档股票啊，要十分的小心，就后续一样就要收成这样的东西了，就是像上个星期五它收了一个大荧光嘛，可是后续另外一天它就收了一个十字星，可是它的价位在它之上，所以后续的话，如果要看多 AMC， 如果还要继续更强势的上涨的话，这可能性可能会比较小，这我也不知道啊，因为真的十分的强，之前我的预估也错了，所以后续的话就可以小心的去观察。如果它继续站上的话，这样子它涨幅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
比较小心一点吧。如果要玩这种股票，就我看这些股票的心态就是以一般的这些投资者、交易者，然后以一个技术分析的心态去看，就并无任何恶意啊，也没有说叫人家去卖啊，还是叫人家去做空。因为之前我看到一些人会很敏感啊，对于这种股票，他们就说你不要在这里乱造风向啊，叫人家去卖掉股票啊，然后做空啊，害我们散户啊。就我个人并没有这些任何以上的意思啊，我都是以一个交易者，就是以一个想赚钱的心态去看这些股票，以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去看它后续可以关注什么价位。那个大 K 线就真的是太强了，所以后续的话向下就只有可以看到这个37.2块左右的这个支撑位，向上就看今天收盘收到多少啦，看我刚刚说的那个预估看准不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 WSB 的一些看法。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说说这个很久没有说的这个狗狗币吧。狗狗币的走势啊，就之前我们在分析它的时候，我们有画了一条上升趋势嘛，然后后续很不幸的就它跌破了这个上升趋势，就随着那个比特币啊，就是比特币被这个中国政府就有明令禁止啊，还是什么，然后狗狗币也被牵连了，也跌了下去，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一个盘整啊。后续在最近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量，并且小幅的反弹，涨幅也差不多在一个58%左右。然后如何去看狗狗币后续的走势呢？我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它重要的这个支撑阻力在哪里。就好像我画的这些青色线，目前短期的话呢，可以看得出第一个的这个阻力位置就是在0.44左右的这个阻力位置啦。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今天打到了这个阻力后便进行了一个回调向下。然后第二个短期的一个支撑位就是在下面这个差不多0.39左右的这个支撑位置。所以以这几天很短期的话就可以关注这两个位置区间，看后续股价能不能去突破上方这个0.43、0.44的这个阻力位。如果能够站上的话呢，往下一个阻力位大概在0.57左右这个阻力位置的几率就比较大啦。目前来看的话，它是进行一个小波的回调反弹，因为毕竟它也反弹了那么一些时间了。后续的话就要去观察啦。如果后续不小心就是不幸的它跌破了这个0.39的话呢，后续向下就可以关注这个0.28啦，一样测试过几次的这个支撑。再向下就是这个0.21的支撑位啦。所以目前的话是并不是有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走势，所以要等到何时才有确定性的走势呢？第一步就是要站上这个0.43的这个阻力，站上后看0.57的这个价位呢，应该不是问题。就如果能站上0.57的话呢，当然更好。站上0.57的话，这样子创新高就更加没有问题啦。然后就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关注这些价位啦。就技术分析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支撑阻力位。你可能在支撑位买入，或者突破了阻力再买入，就以这种策略去买入，然后去提高你的胜率。这就是一个技术分析的看法，去看狗狗币啦。后续可以多多关注。最后我来做一个结尾就是如果喜欢我们类似这种以技术分析为主的这种视频影片的朋友们呢，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可以帮我们去订阅、点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和频道。你们的点赞和分享将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和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视频再见。